徒儿啊，你不要回家中继承万贯家财，为师舍不得你呀！哎呦，清虚道长，当初我来这落脚的时候，说好了只是做兼职，并不是当你徒弟啊。我不管，你在玄月观住下了，那就是我的徒儿。哎呀，半年前你被徐大婶打得只剩下半条命，是为师救下了你呀，还将罐里最后几粒米煮了粥给你吃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你今日竟如此无情无义呀！哎呦，清虚道长，我早已报过恩了。道观，祖师爷的金身，就连你这半年吃的米，都是用我赚的银子置办的。没错，正因为你为玄月观尽心尽力，所以为师才要好好的照顾你嘛。师姐，听说那楚家子嗣众多，人员复杂，你现在都14了，才将你寻回去，可见他们并不重视你。师父就是担忧你，所以才不想你下山。放心吧，我能抓恶鬼，也能治人心。哎呀，徒儿啊，你要走可以，但你得留点东西让为师防身吧。啊，里面是我画的各种符箓，够你用3年了。徒儿啊，就算如此，为师还是舍不得你啊。哎，没门啊，这个可是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制成的。哎呦，可怜为师当初救你的时候，把粥都给你吃了，自己饿了2天肚子。行吧，给你。哎，徒儿啊，你慢走啊，有空回来画符。哎，不对，有空回来小住啊。哎，你怎么来的这么晚？天都快黑了。浩哥，你这玉佩在吸食你的阳气，你不可再佩戴。哎，我这可是至光大师给的，是开过光的，只会保佑我出入平安、逢凶化吉，你不要不懂装懂。不信就算。大夫，快去找大夫！这么快就断气了？找大夫没用。啊，六小姐这是干什么？见二少爷出事了，就想顺手偷拿东西，这可是二少爷最重视的玉佩。六小姐得罪了。他还有救，让开！少爷，你没事吧？你可把老奴吓坏了！什么鬼东西？你阳气还未完全归体，不可摘下。装神弄鬼！少爷，他刚才将你的玉佩砸碎了。什么？我就知道今天回府没好事，你难不成是灾星？二少爷，电魂符一旦撕破就没效用了。求六小姐再次符箓。有钱有福，没钱没福。可是二少爷是您的亲哥哥呀。是的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呀。那六小姐想要多少钱？电魂符1张10两银子，2张20两。还得等上1刻钟才会行。少爷，别再撕破这张符箓了，这是您的救命符啊！一刻钟已过，你没事了？六妹妹，你2张救命符只收了20两，羞辱谁呢？我的命至少值2000两。我从不做黑心生意，电魂符画起来不难，就值这个钱。那就当二哥哥给你的见面礼，别嫌少。我此次出门，
就带了2000两银票。那玉佩，你花了多少钱买的？3000两呢。这么多的公子哥，果然是人傻钱多。坑我钱不要紧，但害我孰不可忍。我和我一挚友一起买的，他一切正常，身体康健，怎么就我出了问题？莫非你那挚友不是童子？那我换个问法，二哥没娶妻，也没通房吧？我楚家家风严谨，一日不娶妻，一日不许有通房，所以就因为我是童子，所以才被暗算。那玉佩曾藏着一人的魂魄，吸取你的精纯阳气。那智光大师大费周章让你养魂玉，他肯定会醒过来的。到时候我再帮你要回那3000两。六妹妹，我就知道你是我家的福星。你刚刚明明骂我是灾星。有吗？你一定是听错了。二哥，这人天生煞命，与他亲近非死即伤，你记得要离他远点，沾染他一点煞气就要倒大霉。是吗？不是吧？他是顺风耳，这么远也能听见。大胆！竟然敢侮辱我家主子！我又没说错，这一下很少嘛。楚家二郎叩见九王爷，求王爷恕罪。这是我家六妹妹，她先前一直在穷乡僻壤生活，不懂规矩。奇怪，她明明是大富大贵、长寿的面相，怎就浑身煞气，成了个命不久矣的病秧子？原来是楚家二公子，你的六妹受点教训，以后就知道规矩了。秦风，住手，不必为难一个小姑娘。是，王爷。刚才冒犯九王爷了，这是赔礼。天生带着他会减轻腿上的痛苦，如此九王爷也能睡个安稳觉。放入本王的贴身香囊中吧。王爷真信那个丫头啊？难道她还比得过盛名在外的清虚道长？他那番话说得准确，他或许真有点本事。王爷，您昨晚睡着了，您双腿不疼吗？不疼。莫非他是清虚道长的嫡传弟子？六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多谢二哥。我爹总共纳了4位姨娘，这就是你说的家风严谨？咱爹没娶母亲的之前的确没通房啊。父亲是等母亲生下嫡长子后才纳妾的，而且大多都是母亲张罗的。哼，那我亲娘还真是大度。正妻张罗这些，让家族开枝散叶不是正常的吗？六妹妹，你嫁人之后可不能如此善妒。二少爷，六小姐，你们快回府吧，老太君快不行了。祖母，孙儿回来了。二哥，别哭了，把嘴母嘴里的人参片拿出来。你这个小丫头，胡乱吩咐什么呀？老太君现在大气进小气出，只能靠人参片吊着气。这，你觉得祖母是撞邪了，并不是真的病了？李二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救人。喂，硕儿，你怎么哭成了这样？祖母，吓死我了！是六妹妹大显神通救了你。彤彤，是彤彤吗？彤彤，李儿，你定是忘了，这是你的小名。是啊，你抓周的时候紧紧抓住了铜钱不撒手，所以祖母给你取了这个小名。拜见祖母、母亲。快起来！六小姐所用的神丹妙药，能卖我一颗吗？这是护心辟邪丹，
只有被邪祟缠身的人服用才有奇效，大人买了也无用。邪祟？我这是撞邪了才会病倒。祖母的屋中似是供养着邪祟，所以他才有这么大力量，险些害得祖母丧命。李儿，莫要妄言，母亲光明磊落，怎么会供养邪祟呢？我没妄言，那就是祖母供养的邪祟。那不是圣上日前赐给老太君的吗？怎么？放肆！这是圣上赏赐的东西，怎会有问题？祖母，六妹妹说的肯定是真的。老太君放心，我与侯夫人是族亲，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不过，如若六小姐肯卖我一颗辟邪丹，那就更好了。她是镇北侯府的世子，就是我那挚友。哦，就是好几个通房的挚友，难怪脚步有点虚浮。二郎，这就是你家刚寻回来的六妹啊？好看是好看，但我父亲怕是不会同意这门亲事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两家什么时候有亲事？你六妹妹一直盯着我看，肯定是心悦于我呀。若她没有流落在外，凭着她嫡女的身份，肯定是没问题的。二哥这朋友也太自恋了吧。你得了吧，我六妹妹怎么会看上你？就算她愿意，我也不同意。你拜托我查事情，嘴里怎么就没有几句好话呀？我与你多年兄弟，还用得着说这些场面话吗？快说，那白瓷观音是谁进贡的？你来了信，我大早上就进宫帮你查了，赏给你祖母那尊白瓷观音是越州知府进献的。可半年前，越州知府就因贪墨收监，关了没2天，他就在狱中畏罪自尽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就我打碎了这尊观音，你别往外说。哎，对了，先前我们一同买的玉佩，你拿出来让我六妹妹瞧瞧。你的玉佩没问题，但你身陷七杀阵，今天是第7天，今夜子时前你就会毙命。我帮你们查探事情，你们不感谢就罢了，竟敢来咒我死。镇北世子，你额前有一道黑印，你自己看不见，我看得很清楚。500两友情价，我替你解决了。二郎，你这妹妹脑子里有病，怎么不找太医给她瞧瞧啊？北汉，我六妹妹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岂会害你？她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姑娘，在这里胡言乱语，也就你才相信吧？六妹妹，她心直口快，你别放在心上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她。你不是将平安符给她了吗？暂时死不了的。这你都知道？我给楚家人的平安符不一样，我能知其方位。六妹妹，我可以给你1000两，你就帮她解决了此事，可好？放心，他前世和今生都积了功德，没那么容易死的，不然他今日也不会遇到我了。感情他今生有这么多美人入怀，是前世积的德呀。也可以这么说吧。那我得买点东西，今日你付钱吧。我都给你订货了，符纸、朱砂、桃木剑各种法器应有尽有。这些东西你是从哪儿买的？就西溪最大的店铺叫多福堂，听说是一位道法高深的道长所开，京都百姓都到那儿买符呢。你们不懂行，他卖给你的不是次货就是假货。这是欺负二郎年纪小是吧？岂有此理！来人呐，找几个打手来，我要亲自登门退货。钱姨娘且慢，我和二哥前去就行了。掌柜，你这些东西不是次货就是假货，你敢卖给我，赶紧退货退钱，不然我砸了你的店。这位公子，这事儿定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妹妹是识货之人，此事没有误会。这不是我店里出售的东西啊，多福堂从来不会卖次货和假货。这明明是从你店里买的。货出了门，难保是公子故意调换了。本店乃是3清观的灵元道长，为了方便百姓所开的，做的是诚信生意。公子想要讹钱，怕是找错地方了。有手有脚，竟然还来讹钱，
快滚！就是，道长的符啊最是管用，他的店怎会售假呢？这是哪家的公子？是不是有爹生没娘教啊？冤枉道长，也不怕触怒了鬼神？掌柜，你确定这不是你店里的货物？是我店里的。对于不懂行的客人，我一向是卖这些次货和假货。卖这些货物，那灵元道长知不知情？当然知情了，这就是道长的意思。原来道法高深、深有名望的道长，竟然授意别人卖次货和假货啊！不卖给不懂行的，我和道长怎么赚大钱呢？赔你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卖了次货假货，还请公子大人有大量，原谅小的这一次。行吧，就不与你计较了。哇，六妹妹，你这是用了什么法子，让他说了真话？就是一道真言符，隐形的，不可拿来玩闹，否则会折损我的修为。大哥，这是怎么了？我一直叫你，你没听到吗？我怕是撞邪了吧？大哥什么时候也信这些了？该不会是在多福堂那儿买的吧？怎么了？那多福堂将一些次货和假货卖给客人，都传遍大街小巷了。现在许多人都说那儿卖的符状无用呢。大哥，我觉得天地间根本没有撞邪一说，肯定是你歇息不够。那我先回去歇息了，你记得让父王检查课业。知道了，大哥放心。不，我去，快倒车，去安阳侯府。九王爷，王爷小心！雕虫小技。你没事吧？得六小姐相救，并无大碍。放心，救你的那份钱，我会找谢世子给。别杀我！别杀我呀！谢世子，你还好吧？六妹妹，真的很可怕，我险些没命了。谁是你六妹妹了？我与楚硕是兄弟，你就是我六妹妹啊。亲兄妹还要明算账呢，早上500两，现在得加钱了。我会揪出害你的人。六妹妹说多少就多少。1000两。1000两？1000两怎么能够呢？我的命啊，少说也值个3000两。难怪你与二哥是好兄弟。本王送你们一程。九王爷，你还在啊？手串。赶紧的。哎呀，我究竟造了什么孽呀？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兔崽子？父亲，我又做错什么了？你还来问我？你深夜带回一个小姑娘，不就是想收她为通房吗？姑娘，你家住何处啊？芳龄几许？侯爷，她是安阳侯府刚寻回来的六小姐，并不是要给你儿子当通房的。好啊，安阳侯的小女儿，那正好是门当户对呀！九王爷，到时候赏脸来喝杯宝酒啊！打住打住，你哑巴啦？父亲，不是这样的。你闭嘴！此事
就这么定了。六小姐，害北汉的人可在这儿？哥，有人害你，究竟是谁？二公子，你贼喊捉贼，不累吗？六小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在谢世子身上下七杀阵的，正是你。是你？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若非我在道观修行了半年，恐怕世子今晚就会死于非命了。当真是你所为？父王，我怎么会害大哥呢？六小姐，凡事要讲证据，这儿是正北侯府，轮不到你空口无凭的污蔑我。没错，一个小丫头哪有什么真本事？没想到你年纪小小，竟如此歹毒。他们兄弟俩兄友弟恭，你休想离间他们。六妹妹救过我的命，你说话客气一点。我明白了，你们是要合起来污蔑我儿子。北汉，你已经是世子了，何以还要对我们母子赶尽杀绝呀？我没有，父亲，你要相信我。我不是不信你，而是这小姑娘还没及笄呢，道法岂是那么好学的？她应该是在道观扫了半年地吧。来人，将她拖下去，赶出王府。谁敢？要用七杀阵驱使邪祟害人，需以自己的鲜血为祭。看来你用了不少血啊。我得了一把新匕首，这是我不小心伤着的，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。不小心？哼，这么多道血痕，你骗谁呢？我就是试试疯不疯你，不行吗？九王爷，可否让你的人去搜一搜二公子的院子？我想二公子应该来不及销毁七杀阵的符阵。好，不必派人去了，就是我干的。为什么你运气总是那么好？投了个好胎能当世子，现在还有人帮你避过这一劫。投个好胎也是他上辈子积福积德，能得我相助，是他这辈子亦是如此。而你如此作恶，不怕自己下辈子不能为人？我就是不服，我样样都比你强，就因为你是元气所生，理所应当做了世子，凭什么？就因为这，你就要害我，想我死？对，只有你死了，我才能做世子。你糊涂啊！怎能对你大哥如此歹毒？哼，哲儿说的不错，汉儿无德无能，你却上旨立他为世子，你有眼无珠。汉儿前2日就与我说过，他志不在此，想让出世子之位。我还没能来得及跟你们母子说，谁知道你们却已经痛下杀手了。什么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你信不信都好，反正我已经不会再认你这个弟弟了。大哥！对不起，大哥，我错了。我没怪你，我应该早点跟你说的，早点把世子之位让出来。六妹妹，她这是怎么了？你救救她吧。七杀阵本来就是要用一人的寿元才能驱动，我救不了她。怎么会？教你七杀阵的人并未说过这一点，是吧？是，他从未说过，只说用些许我的血。教你此阵的人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是他找上了我。我定要找出这个人来，替你报仇。侯爷节哀，二公子手里到底没沾血，只要我给他修补魂魄，再加以超度，他来生还是能投胎做人的。只是下一辈子是要命途多舛，以此来赎罪了。那就劳烦六小姐了。豪华版500两，普通版100两。侯爷是要选哪种？这就是豪华版，这就500两。
是的，豪华版是用符搭一道桥，让他轻轻松松入明道，飘过黄泉路。普通版呢，就是直接为他打开明路，他得自己走，耗时间又痛苦。本王送吧。劳烦九王爷了。不劳烦，本王是有些事想要请教六小姐。九王爷的腿伤并不是中毒，你无法站起来，是因为中咒。中咒？没错，这咒是以自身的寿数下的。九王爷若想解开这咒，重新站起来，须得杀了这下咒之人。那如何才能找到下咒之人？这个我暂时无法帮到九王爷，但下这种很毒的咒术，大多数会有反噬，那人大有可能意识腿部长有无法治愈的脓疮。六小姐已经帮了本王一个大忙。九王爷不必客气。不过九王爷已经中咒1年了，如果半年内再解不开，会伤及性命。你浑身煞气，气运微弱，却残余着一点黄赭紫气，我一直想不明白是为何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你的命格是与别人的换了。2个人的命格还能交换？互换2个人的命格很难，但不代表不可能。用上偷天换日的法阵，再配上……九王爷放心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你若能找出此人，我一定能将你的命格换回来。六小姐，你曾说本王煞气缠身，气运不佳，不要介忌。没事，这点煞气伤不了我。这道符能压制你身上的煞气，你戴在身上，与人亲近一些，也不会伤着别人啦。清风，他这个小财迷给本王的2道符都没收银子，你觉着他是什么意思？王爷身份尊贵，他肯定想讨好您，想在京都有一个靠山。靠山？你不觉得他是想做王妃吗？镇北侯就2个儿子，这是想镇北侯绝后啊。二哥，原来你不光会花银子，脑子有时候也挺灵光的。做生意也需要脑子的，六妹妹，你别小瞧我了。既然你有此怀疑，该告知谢世子和镇北侯啊，好让他们有个防范。放心，北汉和我一样聪明。现在已经打草惊蛇，那人短期内不会再使阴招，就是不知道镇北侯府是得罪了谁。既然那人如此狠毒，想要镇北侯无儿送终。你让张老婆子带路吧，春熙楼让人砸店了，我得过去看看。六小姐，有人3更半夜去入了药铺泼水，药材都被水浸泡，不能售卖了。不若我们去别家。春熙楼被砸店，这里被泼水，难不成是同一伙人所为？姨娘已经报官了，不过就算抓到人，也是损失惨重了。官差抓人厉害，但捉鬼应该不在行吧？什么？这是闹鬼了？再去春熙楼看看。六小姐还会捉鬼呢？略懂略懂。砸店的肯定是几个轻功高手，只有3楼的窗户没关上，他们是从那儿进来的。不，他们是飘进来的。你是说闹鬼了？正是。闹鬼？哪儿来的小神棍，竟敢在这儿阻碍办公？全捕头，这是我六妹妹，她不是什么神棍，她是玄月观大名鼎鼎的楚天使。此案我们会尽力查探，姨娘还是带他们回府吧。你们再怎么查亦是白费功夫，我可以带你们找到真正的犯人。六小姐，你该回家绣绣花弹弹琴，而不是在这胡说八道。这既然是鬼怪作乱的话，那该如何是好呀？放心，我也会捉鬼。你们先练个明戏，我今晚找到人后会让他赔钱。那人做这样阴损的事，肯定是嫉妒我姨娘的生意好，未必有钱赔啊。若我没猜错的话，
他还能赔双倍。放心吧。二哥，你没见过恶灵吧？要不回房间待着吧。放心，我见多识广，什么都吓不着我。二哥，你这身体，我要了。我怕你要不起。哼，一个小丫头敢这么大口气。让你吓唬二哥。把头接上。二哥，你晕过去了就没法讨债了。一只鬼哪有钱赔？他没有，但他主子有啊。你主子是林园。他自己做生意不诚实，反倒让你来砸我姨娘的店，太可恨了。六妹妹，不要让他魂飞魄散，永不超生。是陵园那小人拿捏我的骨灰，我才不得不帮他作恶。求公子姑娘高抬贵手。他如今在何处？我可以帮你夺回骨灰，让你去投胎。多谢姑娘。道长，那好歹是安阳侯府，若是刘如把人吓死了，我们会不会惹上麻烦呀？安阳侯府闹鬼，与我们何干呢？敢断贫僧的财路，就得给他一点颜色瞧瞧。哈哈，没错了，胆敢和道长作对，简直不知死活。等安阳侯府传出闹鬼之事，道长再去收服鬼怪，外头的人一定称赞道长心胸宽阔，道法高超。道长，她就是那日的小姑娘。刘如奉命去了安阳侯府，怎么还让人跑出来了？既然恶灵去安阳侯府，想必不用我自报家门了。林园道长，刘如的骨灰呢？真是养不熟的鬼。姑娘，贫道听不懂你说什么。就是多福堂是卖符的，不是卖骨灰的。我与他在说话，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是谁？你师父是谁呀？将骨灰拿来。你是想送他去投胎？当真是个好心人呐！姑娘若想要他的骨灰，须得拿你师父所画的符箓来换，否则我就将刘如的骨灰毁了。你这老道怎如此阴险？玄月关第43代弟子怀虚，跪下。哼，果然是你啊，怀虚。啊！你怎么会有掌门令牌？你竟然敢偷我玄月观的掌门令牌！你不是偷，是清虚塞进我兜里的。他说祖师爷认可我，这令牌在我手里必能发挥效用。没想到是真的。就算你手持掌门令牌，但贫道也是你师叔，你就这样对待长辈的吗？第一，清虚不是我师父。第二，你早已被逐出玄月关，归还法器，今日饶你一条狗命。贫道当日并没有拿去法器，是师兄污蔑我的。天星笔，
玄月剑。六妹妹，你好厉害！这是我的。哎，你们二人深夜闯人店铺行凶，真是大胆！大人，我们可没碰过他，是他自己跪在地上的。周大人，他们不止对贫道行凶，还抢夺了贫道的法器啊！求周大人替贫道做主啊！来人，将东西取回，交还给灵元道长，再把这2个人押回大理寺细细审查。周大人，家父乃安阳侯，这些东西本就是属于我六妹妹的。既然是安阳侯府的公子小姐，那就不必押回大理寺了。明日本官会派人去侯府告知老太君，2位夜深出门，遭遇劫匪，不幸殒命。敢跟贫道作对，当真是不知死活哎！二哥无需害怕，今夜有我在，还无人能够让我们不幸殒命。好大的口气啊！看来六小姐今天晚上不止不幸殒命了，还会是清白尽失呢。我当初学道法，只发誓不杀无辜之人，我收恶灵，亦杀恶人，有胆就来试试。那本官就来试试。胆敢对朝廷命官动手，快将他们就地诛杀！竟然敢杀害大理寺的官兵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本王给的。啊！叩见九王爷！九王爷，这2个人不仅抢夺灵元道长的法器，还欲要对道长不利，卑职只是按规矩办案。不是的，九王爷，明明是这老道放出恶灵砸我姨娘的店，就连他那法器也是从玄月观中偷盗的。我六妹妹手持掌门令牌，让他归还罢了。有本王在，断不会让他人随便冤枉的。王爷让下属随意杀害大理寺的人，怕是很难向圣上交代了。本王想杀就杀，用不着想着如何向皇兄交代。不过本王正追查与你有关的案子，你倒可以多活几日。叶思恒，你这瘸子！大胆！等等，六小姐，你今日大恩大德，在下……我二哥见血腥会晕倒的。清风侍卫，你继续吧。天哪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死人。二哥放心，他们都背负许多条无辜生命，一死，魂魄就会被冤魂撕扯的支离破碎了。那本王岂不是替天行道了？也算是吧。不过九王爷上过多次战场，虽是保家卫国之举，但还是要多行善事，消除戾气为好。本王记住了。慢着慢着，他被抓了，那谁来赔我钱啊？此人这些年敛财无数，待查抄家财清点之后，会将该赔的银两送到安阳侯府。多谢九王爷。且慢，六小姐可拿着，以后行事能方便些。王爷放心，你的事我定会上心。清风，他收下了本王的令牌，是否该准备聘礼，上门提亲了？王爷，不若还是找出下咒之人，再行决定吧。也是，幸好是劝住了，不然王爷得知真相，得多伤心呢。六妹妹，九王爷连自己的令牌都给了你，难不成是对你有意？怎么会呢？他是有事求助于我，给我令牌是让我方便行事啊。这就好。我还未帮王爷什么，无功不受禄。六小姐对王爷果然是没那方面的意思。六小姐的符篆很有效用，这是王爷的谢礼，请六小姐莫要推辞。那我就收下了，
至于那下咒之人，我已经有点眉目，要如何找到他了。一切就劳烦六小姐了。素娟，你怀着身子，该好好在院中好好歇息才是啊。夫人，大夫说我如今该多走动，到时候才好生产。我又想念夫人，自然要过来给夫人请安了。你有心了，不过这一切还是要以孩子为重。侯爷明日便归，到时候人多，你好好待在院中即可。多谢夫人，两位姐姐真是对不住了。先前夫人的燕窝总是平分给我们三人，如今让我一人独占了，我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啊。嗨，没什么，我不够吃啊，可以自己花钱买。那你就多吃些，脸上的斑点都淡了许多啊。李二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看着程姨娘气色不大好，不知道大夫多久来请一次脉。莫不是王姨看出了什么？不可能的，一个魏吉吉的小丫头，凭着双眼怎会看出什么端倪？大夫明早就会过来请脉，劳烦六小姐挂念了。那就好。药熬好了？熬好了。姨娘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自然是要这样做，才能让侯爷日后多疼惜我一些。那梁氏明明年岁不小了，还整日与我抢夺侯爷。哼，我就是要让他吃些苦头。可是梁氏得侯爷喜欢，侯爷未必会重罚他。侯爷不舍得，那不是还有老太君吗？梁姨娘，我家姨娘不过是逞一下口舌之快，你为何这般歹毒推倒我家姨娘？我姨娘心地善良，断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是啊，我姨娘平日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呢。奴婢瞧得真的，就是梁姨娘出手推的。侯爷，求侯爷给我家姨娘一个公道啊！快把陈姨娘抬回去。叶儿，你骑马去请大夫，务必要快。大少爷，去仁安堂请胡大夫，他最清楚姨娘的情况。侯爷、夫人，陈姨娘受到了撞击，腹中胎儿已经没了脉象，只能引产了。至于姨娘，只要把死胎生下，性命就无虞了。你有何解释啊？妾身不曾推过他，是他自己摔的。就算告到官府，妾身也问心无愧。父亲，此事定是有什么误会。照梁姨娘和三少爷的意思，难不成是我家姨娘自个儿摔倒的？姨娘已经怀孕7月，一直胎相稳固，她怎会拿小少爷的命特意去嫁祸梁姨娘？这个简单，因为孩子早就死在程姨娘腹中了。丽儿，你说什么？六小姐小小年纪，就算懂得医术，也没给姨娘把过脉吧？何以能这样血口喷人？此事隐秘，六小姐不可能知道，肯定是她为了维护自家兄长，所以才胡编乱造，误打误撞上的。六妹妹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用眼睛看出来的。父亲，六妹妹说的肯定是真话，你要相信六妹妹。哼，二少爷，这话说出去谁信呢？主子说话，你竟也敢耻笑嘲讽？程嬷嬷，掌嘴！夫人，梁姨娘虽是为侯爷生下了2位少爷，可若没有此次事情，我家姨娘也会为侯爷添丁啊！夫人为何厚此薄彼？你是不是还想说，是我母亲指使梁姨娘这样做的？奴婢岂敢！你不用等了，祖母今日是不会过来的。这场戏，我来陪你们唱即可。六小姐这是何意？大夫今早来诊脉，还说我母子平安呢。是啊，早上的时候，陈姨娘腹中胎儿乃是安康的。胡大夫有所不知，我回家之前在道观学了半年的道法，
我最爱的就是研究新仙符箓。这道符呢，能追心蚀骨符，能令人痛不欲生，又毫无伤痕。就算你告到官府去，你也无凭无据。你不说真话，我正好拿你试试。刘小姐想试就来吧，反正我说的。胡大夫还要试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！3日前，陈姨娘腹中孩子就没脉搏，是陈姨娘给了我300两银子，让我配合行事。春梅，是否如此？与奴婢无关呀，侯爷，这都是陈姨娘逼迫奴婢做的。你以前在我院中做事的时候，我待你不薄，为何你要这样攀污我？为何？侯爷明明看上了我，你却不让我去伺候侯爷，你处处阻碍我，我当然恨不得你死。本侯何时看上你了？侯爷不是说过最喜吃我做的桂花糕吗？本侯还喜欢张婆子做的焖鸡呢。当年你特意在阿柔的屋子里更衣，让本侯撞上。本侯那会儿本想将你发卖，是阿柔说你孤苦，劝本侯纳了你。不可能，梁柔怎会如此好心？定是他咒死了我的孩儿。是你自己害死了自己的孩子，与旁人无关。我怎会害自己的孩子？我日日都盼着他安康的。你是不是每日都向他呢喃许愿？这是青龙菩萨，有求必应。我向他许愿有什么问题？一个邪物，算什么菩萨？看来你是许愿让自己脸上的斑点好起来。可是向一个邪物许愿，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而你许愿的代价，就是得献出腹中孩子的性命。不可能，菩萨怎会索我孩儿的性命？怎么会？青龙菩萨，我要梁柔死，我要她死！三哥四哥，退开！先扶他去外边歇歇吧。春梅，陈氏是怎么得到这枚玉坠的？刘小姐，是我们有一次出门，有个术士拦住了陈氏，说陈氏与这青龙菩萨有缘，赠送给陈氏的。术士长什么样？母亲，那布雕邪物和玉坠有相同的煞气，看来是同一人制成的。这人估计与楚家有深仇大恨，竟然这般费心思。如此说来，那白玉观音不是无意赐给你祖母的，而是有意的，是有人想要安阳侯府家破人亡。这人做的这2样邪物，是有点本事。你们放心吧，我定会尽快将此人揪出来。父亲，你与镇北侯可有一起得罪过什么人？没有，为父中君，镇北侯乃是太子殿下的舅父，我们2个人不过是点头之交罢了。此事还得尽快解决，1-2个月后就得迎娶萧家姑娘进门了。母亲不用担心，邪物也不是那么容易炼成的。那人不成事，估计会就此消停一段时日。只要父亲母亲叮嘱好府中人，不要随意求什么神佛回家摆着，就不会出事了。楚姑娘，你还未添香油呢。知道啦。你做和尚怎么这么贪钱呢？楚姑娘大恩大德，贫僧定铭记于心。要不是超度这活儿枯燥又无聊，我也不至于把银子给你赚了。楚姑娘还是嘴硬，若没有楚姑娘这些银子，后山那群孩子也不会吃得饱穿得暖。楚姑娘就是他们的再生父母。你说这些话，我会起鸡皮疙瘩的。
他先前的桃花宫还暗淡无光，此次相见竟然散着隐隐光泽，看来他是遇到命定之人了。也不知道他自个儿知不知道罢了。若是有缘，有情人自然相守一生，白头偕老。我一个老头用不着管这些俗事。六妹妹，你要出门呢？三哥、四哥，是啊，我有要紧事要去一趟誉王府。正好我们有空，就陪六妹妹走一趟吧。六小姐不必多礼，礼不可废。六小姐对本王有过救命之恩，本王怎可让六小姐行礼？六妹妹，我还想去书斋买几本书，你不如快些吧。是啊，我也想去买一把弓弩，好好研究研究。府上的书房收藏着一套春秋战记，兵器库里也有不少兵器，不知两位公子可有兴趣去瞧瞧？有。六妹妹，既然你的是要紧事，三哥就不在这打扰你了。六妹妹，四哥也不打扰你了，你放心办事，办到明日都可以。这会打扰了王爷吗？不会。我已经想到办法了，只要我抽取王爷的一点心头血，与朱砂混合化符，就能帮王爷找到下咒人。如此甚好。那王爷去请个大夫来取血吧。本王信不过外头的大夫，寝宫中的太医更是容易打草惊蛇。本王让清风过来吧，虽然他下手没轻没重的。若是王爷不介意，我可为王爷取血。六小姐可代劳，自然是最好的。王爷，你忍忍疼，我会轻点的。王爷，你疼吗？习惯了。王爷这些日子多出门多见人，一旦欲觉发热，那便是下咒人了。多谢六小姐。不客气。若王爷能把春秋战记送给三哥，再送四哥几件兵器，那就更好了。那女子可真够胖的，她跳下水是想逼那位公子娶她吧？可怜见的呀，那公子也是好人，下水救人了，到现在都没浮起来呢。哎，你们不知道吧？前2日也有人落水，也没浮起来。小姐，怎么了？拿着，我下去救人。多谢。阿离，怎么是你啊？大哥，你未来大嫂线下怎么也有200-300斤？你个子这么小，怎么？未来大嫂，母亲不是说她才貌兼备吗？你叫我做什么？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婉仪，我当然要救你了呀，我还要娶你呢。你娶我又如何？我胖成了这样，你以后定是厌恶嫌弃我。与其我以后独守空房，我们不如退婚吧。怎么会呢？我刚才呆滞是想着要多挣银子养你啊，不是嫌弃你。无论呢，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喜欢你。真的？真的。若改日我违背今天的话，我就不得好死。刘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还是回誉王府换身干净的衣裳吧，免得感染风寒。不用那么麻烦了。师傅好生有趣。萧姐姐，这是我自创的。萧姐姐，你府上的厨子做东西是不是很好吃？是啊是啊，
我一回府就忍不住想吃他们做的饭菜。那我能不能到你家府上小住一晚？我也想尝尝。当然可以。这位小姐的厨子多少月钱，本王要出双倍。或许六小姐只是想与未来大嫂亲近一下，并不是冲着萧府的厨子去的。万一这是李天师？他眉心发黑，有恶鬼缠身，这是一只饿死鬼。正因有恶鬼附体，所以萧小姐在府中才会胃口大开，忍不住一直吃食，把自己吃胖了。请天师搭救！小女以前苗条婀娜，她如今一日比一日胖，这都要寻死了。贫道正是看见府上有鬼气才登门的，自会消灭恶鬼，让萧小姐恢复如初。一切就拜托李天师了。李天师，你这符的威力应该不够吧？小丫头，我师父可是大名鼎鼎的李天师，岂容你质疑啊？就是一个小丫头懂什么？站一边去吧，轮不到你在这狂妄。你们怎么能如此说话？这可是吓着我六妹妹了。萧小姐这样说，她是不用贫道出手了。抱歉了，李天师，是我方才多言了，还请你帮帮我萧姐姐。那贫道就让你见识见识，这符的威力够不够？起阵！我要吃饭，谁都不能阻拦我吃饭！休想拦着我吃饭！谁阻碍我，我就要杀谁！天师，你还好吧？小姑娘，你的符箓都是你师父画的，不知你师从何人呢？这时候你还有兴致问这些？你激怒了这只饿死鬼，他的怨气已经影响到萧府众人了。那好，贫道要助你收拾恶鬼。小姑娘还是好骗的，若能收她为徒，以后有她冲锋陷阵，我只需在后头坐着收银子。想想便觉得快活呀。别，你只会拖我后腿。你倒不用如此称是。这饿死鬼果然厉害，怨气竟能控制到这么多人。但他的本体也在这些人当中。这么多人不好找啊。萧家这点食物够你吃吗？自然是不够的。若加上你细皮嫩肉的，就够了。可我怕你吃不香。人鬼有别，你不该留在这儿。你若肯乖乖的出来，我会让高僧诵经化解你的怨气，送你投胎。我还没吃够呢，我去替投胎。好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不打中本体，这没完没了了呀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是有人将你放到这里来的。你这小娘们儿也配问我？是一个道士在刑场收了我，将我放到这里来的。我不知道，只迷迷糊糊见到那个道士对一个女子卑躬屈膝。女的，那就不是正敌了。难道是父亲的情债？贱丫头，竟然阻拦我吃饭，我要将你扒皮拆骨！凭你还不能够。天雷！
还真是惊险呢！多亏了贫道与这位姑娘一同出手收服恶鬼，才保大家性命无虞。你刚才不是在看戏吗？明明一点作用都没有。好歹这么大年纪了，给点面子。萧姐姐没事的，她只是被鬼浸染了些阳气，明日就会醒过来了。不是的，她现在不醒过来，我们也没法将她抬回房间呢。萧夫人带路吧，我背着萧姐姐回去。你不可不可，还是让小厮们过来啊！萧夫人，快点！快跟我来！六小姐力气真大呀，在观里练的。这道符能让萧姐姐尽快养好阳气，萧夫人请放心吧。今晚幸好有你，指望那李天师，咱们萧府上下怕是要遭大祸了。请姑娘受我为徒，请姑娘受我为徒。你们这几个逆徒啊！李天师，你道法不精，险些害死我们，你还敢叫我们逆徒？就是啊，楚姑娘都提醒你了，你还如此狂妄。对，从今晚起，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师傅了，我们另投楚姑娘门下。求楚姑娘收下我们，否则我们就长跪不起了。求楚姑娘收下我们，否则我们就长跪不起了。我不想收。楚姑娘，你道法高超，我们心生佩服，一定会好好学的。再说了，我们资质意识不差，以后定是唯你是从。资质还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不收比我年纪大的。就是，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。你们欺师灭祖，除非向我磕3个响头，否则别再想回到我的门下。就算楚姑娘不肯收我们，我们也不会回到你门下。我们还当你藏着真本事不可传授，谁知你是真的没本事。我们若还跟着你，还真是浪费时间。等等，去连州的玄月观，那儿缺几个挑水的。这本打算给李天使的，可现在是六小姐帮我们解决了恶鬼，还请六小姐收下。他这倒好，也敢收3000两。可不是，今晚幸亏有六小姐力挽狂澜。我大哥就快跟萧姐姐成亲了，也算是一家人，我给你们打个折。六妹妹，谢谢你，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直想吃东西了。萧姐姐，小事一桩，你不用放在心上，更何况我已经收钱了。就算收钱了，我也得感谢你。可我还是那么胖，先前做的嫁衣都穿不下了。萧姐姐放心，只要你按照这劝轴锻炼，我保证你1个月瘦50斤，待你出嫁之时，定能漂漂亮亮的。总归而言，就是迈开腿，管住嘴。我知道了。他不是回家继承家财去了吗？怎么还能给我玄月观收弟子啊？这几个小的就罢了，怎么还收个老头啊？哼，看起来年纪比我还大。道长误会了，他本事不济，硬要跟着我们来的。我哪里本事不济了？我是来拜访的。我管你是拜访还是拜师啊！要想留在玄月观，就得把水缸挑满。哼，这就是你玄月观的待客之道吗？你不挑水还不走？我那北风观的李正奎天师，已经让我挑水。哦，原来是北风观的人，那你想干嘛呀？贫道在京都看见阁下徒弟所用的符篆，当真是威力无穷，不知是否由阁下所画呀？我哪有那样的功力呢？那些符啊，肯定是南离用天星笔所画，所以才会有这般厉害的威力。天星笔？徒儿啊，为师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那北风观有个紫云鼎，乃是天下第一的炼药鼎啊，
玉王。参见皇兄、皇嫂。不用多礼。听闻安阳侯的失散多年的女儿终于寻了回来，真是恭喜啊！得皇上和皇后庇佑，陈夫妇才能与女儿相认相见呢。果然长得娇俏可人，与侯夫人有几分相像呢。就是不知琴艺是否如侯夫人一般出众，不如你来弹奏一曲，给皇后祝寿，聊表心意吧。听说六小姐先前是在乡野之地长大，这回来也没多久，她大概是不会的。长公主，不如让臣女献丑吧。既如此，知道自己丑，还要出来显摆。九王爷为何要咄咄逼人？小女只不过是给六小姐解围。是解围还是想羞辱？本王想，在场众人都听得出来。九弟，陆姑娘说的是实话，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呢？六小姐，你母亲琴艺一绝，你可要跟着好好学学。承德太后耍的一手好剑法，曾救太祖皇帝于危难，可见女子也不一定要学琴棋书画。不知陆公子可愿与我切磋一二，以此来给皇后祝寿？许你？哼，你看着柔弱不堪，你能在我大哥面前过得了3招吗？六小姐，以我男女力道有别，怕是不妥。无妨，我但凡接不下你一招，那就当我输。六小姐如此盛情，你怎好再推却？王爷，那陆公子得过江湖高手指点，六小姐应付得了吧？若是输了，安阳侯府的脸就算是丢尽了。他能挡下你的暗器，陆正在他手上，估计过不了3招。不一定啊，他今日穿成这样，身法并不利索呀。陆公子，你可要使出真实力啊，别小瞧了我女儿。笑什么？我家侯爷也是好意提醒。皇兄，既是切磋比试，那有点彩头才有意思吧？九弟，你这……皇兄，开始了。陆公子，你的剑得拿稳了。我先让陆小姐2招。不必让，我有点累。承让了。六小姐剑术果然厉害。以蛮力断剑，这哪能算赢啊？一招半式都看不到呢。没错，这哪里是切磋剑术，倒像是搬个桌子，2个糙汉比扳手腕呢。兵器都断了，就是输了。陆公子，你觉着呢？九王爷说的是，的确是我技不如人。那便是安阳侯府的六小姐胜了，到前头来拿你的彩头吧。大哥，都怪你轻敌，竟然输给了他。看见九王爷那手串没有？我想要的。想要就自己去争取，怪我做什么？日头不小，你怎么不让工人拿把伞？我就随便逛逛，无碍。我刚才看了看，这宫殿树木环绕着乾隆殿，错落有致，位置得当，乃是九龙紫气局。这局不仅能挡煞，还能利国利民。这布局之人挺厉害的，大有可能是换你命格的人。这是前国师布下的，但他3年前已经病逝。病逝了？你是担忧我的命格换不回来吗？
玄国师的住处是在何地？我能否过去看看？自然可以。这有什么好的？虽得了彩头，但也一次性得罪了惠嫔长公主和陆丞相等人。我上阵拼杀，尽心练兵，难道还得罪不起吗？兄长这话好没意思。我也是楚家人，但我又不似你这般有功勋官职，若遭到刁难，只能打碎牙齿或血吞呢。你也说了自己是楚家人，谁刁难你，那就是与我楚家叫板。你尽管回来说，难不成我和你大哥会不管你？有母亲这话，儿子就放心了。银儿近日服用了北风观的丹药，身子大有好转，就是这丹药特别昂贵。一颗多少银子？那氧气丹是1瓶售卖的，要3000两银子呢，1瓶只有10颗，只够银儿服用1个月。侯爷，那北风观的丹药就是这么贵。先前我也给母亲买过2颗护心丹，便要1500两了。虽然价格昂贵，却效果的确不差。嫂子说的是，不仅贵还很难买到。此次我是托了朋友才有机会买到这氧气丹，只要银儿服用3个月，病症就能全好了。六妹妹，我们明日再战吧。各位哥哥，你们也来与我切磋一番。我只会打算盘。我今日还得练字，可不能在这废了。我们还是比剑吧。好吧。六妹妹，你要么用我这把，你那把后移弓太重了，怕是……大哥，你怎么不射？能不能直接认输啊？你还没射出一箭呢，这就认输了？六妹妹，就你这手气和准头，大哥哪能比得过你啊？估计整个穆国也就九王爷能与你比试比试了。九王爷？对呀，他也是天生神力，10岁就用过祖父这把后羿弓呢。六妹妹，一个箭靶300文，300文就300文，二哥付钱。六妹妹，你放心练吧。不好了，赤小姐快不行了！大夫呢？怎么还没来？回二爷，义兄派人快马加鞭去请了。这丹药有毒。怎会有毒？这是北风观的氧气丹，有起死回生之效。怎会有毒？我花了许多银子买的，先前都没事。彤彤，那你可有办法救救莹儿？祖母放心，七妹妹没事了。不过她身子本就虚弱，此次中毒再次损伤了气血，以后得更加仔细的养着。二叔，你那些氧气丹能否给我看看？毕竟花了不少银子买的，我付钱的时候还找大夫验过，大夫都说没问题的。原来如此，是瓶子内壁沾了毒，得过上几天才能发挥出来，所以大夫当时才没有发现不妥。丽儿，你觉得此事与先前的邪虫有没有关系？这就得问问卖二叔丹药的人了。那个商贩死了，被人投毒杀死的，已经死了有2日了。杀人灭口，这定是冲着楚家来的。母亲和夫人勿慌，我去一趟北风观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线索。还活着，但离死不远了。求六小姐救救犬子啊！本侯只剩下这么一个儿子，他断不能出事啊！此去凶多吉少，我要
啊，5万两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彤彤，让你大哥与你同去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没空照顾大哥。大胆！长公主还未出城，你敢跃到前头来？来人，将她拿下！誉王令牌在此，谁敢拦路？那是不是安阳侯府的楚南离？没错，是她。一个从乡野寻回来的姑娘，也敢越过本殿的马车？长公主，可她有九王爷的令牌。九弟与她毫无干系，那令牌又何其重要，怎会给她？皇兄，安阳侯府的楚南离胆敢伪造令牌，罪该当诛。伪造令牌？怎么回事啊？他还是伪造九弟的令牌。要知道，九弟的令牌能直接调动禁军，足以动摇国祚，还请皇兄严惩。九弟的，这怕不是伪造的吧？三姐，那不是伪造的，是我给他的。你糊涂啊！皇兄让你凭借令牌调动禁军，你却将其随意交给一个女子，你莫非是想毁了穆国的江山社稷？要调动禁军，还得有我的手令。他拿着令牌，只是冲入方便些而已。我自己的东西爱给谁就给谁，三姐何必急匆匆的进宫来告状？他在乡野长大，竟也敢勾引你，妄想做皇家妇。三妹，慎言，你是长公主，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还不快回府面壁思过！皇兄，再有下次，你休想护他。是，他如此不知分寸，朕下次也不会护他了。你既是对楚六小姐有意，不如朕给你们赐婚。哎，人呢？清风侍卫已经推着九王爷离开了。话还没说完呢，怎么走得那么快？九王爷肯定是担忧六小姐去寻人了呗。六妹妹，你没死就好。差点就死了。这些纸做的东西啊，坚固无比，刀剑都砍不破。只是被施咒的纸兵，用火或者水就能解决。你们的脑子呢？先治伤。想来阁下也不是鬼，怎就不能出来见日光呢？一个将死之人，没资格见我的真面。你对自己的符阵很有信心啊。你三番四次坏我好事，的确是有点本事，可跟我比还是差点儿。那就来比比。真伤剑不在这里。六妹妹，你流血了，我给你包扎。我没事，就破了点皮。天快黑了，快走。路被封了。前面不是有路吗？这什么鬼地方啊？这究竟是什么鬼地方？就是有鬼的地方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们在这里出事的。准备一下，我们得杀出去。还有纸兵吗？没见着啊。没纸兵，但有恶鬼。六小姐，我们不想杀出去，要么在这等到天亮吧。
此地怨气重，你们在这待上一晚，轻则神志不清，重则丧命于此，灵魂也会被锁在此处。灵魂锁在此处，会如何呀？受尽折磨，无法投胎。你们听着，只当他们是敌人砍杀就行了，只要将他们收服了，就会有生路了。可我们没有桃木剑啊。这个简单。唉，这5万两可真不好赚。扶本王进去。王爷，可你的腿……本王乃当今誉王，灵剑宗宗主何在？当年见你，你还是鲜衣怒马的少年郎，没想到你如今竟成了个瘸子。本王有一重要的人在里头，还请宗主放人。我不是那个女的？是她。我也想她走，她收了我不少弟子，还险些将几人打得魂飞魄散，简直是可恶之极。你这小子是活腻了吗？宗主，既是如此，你就赶紧把路让开。那位姑娘道法一绝，你难不成真想全派上下魂飞魄散吗？我倒也想，但有个术士先前来此布阵，想要破阵，要么他们死在里头，要么我们魂飞魄散。倒是个狠人，这竟是就谢灵者骑上阵的人。所以我可要先说一句对不起了，我不能看着弟子们魂飞魄散，待阵法破后，你就进来给他们收尸吧。你们在此盘桓多年，不过是想报仇雪恨。本王已查到了凶手。骗我！你怎么会管我灵剑宗的仇呢？叶思恒，你为了救心上之人，竟然满嘴谎言！本王从不说谎。你灵剑宗之所以惨遭灭门大祸，是你们救下了那帮被拐卖的姑娘。那拐卖的头子正是前大理寺卿周生，他怕事情败露，所以雇佣杀手将你灵剑宗灭门。苍天无眼呐！我灵剑宗但行好事，不问报酬，却因救下几个姑娘遭灭门之祸，哈，真是可笑，可笑啊！周生已经收押审讯，本王会查出幕后之人，还你灵剑宗一个公道。我们不要公道，只要他们偿命，只要他们偿命。可你们出不了此地，若想他们偿命，只有本王能帮你们。是啊，你们要相信王爷，王爷定能帮你们手刃真凶的。即使没有今夜，王爷也会替你们讨回公道。多谢九王爷。太好了，路开了。刘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九王爷怎么来了？知道你拿着令牌匆忙出城，便跟随过来看看。脱掉你家王爷的鞋袜，卷起他的裤子。本王无大碍。你站了好一会儿了，煞气会顺着你的气血绕到你身体各处，怎会无大碍？啊，多谢六小姐。不必，该是我道谢。多亏了王爷消除了灵剑宗众人的怨气。周生将罪责都揽上身，没有供出幕后之人。看来那人位高权重，拐卖几个姑娘也要杀人灭口，这水不浅啊！无论深浅，本王也要揪出幕后之人。此次也可长记性。我知道错了。此人的道法不低，你切不可独自行动，去招惹他。王爷也爱吃这些吗？那日寿宴见你多吃这些，便让人做来了。九王爷，你可真够可以的，竟然还让人去王府把厨子带过来。既然王爷如此用心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
小二，来壶热茶。父亲，李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有点小事。掌门师兄，就是他。这就是救贫道师弟的楚姑娘吗？玄门还真是人才辈出。楚姑娘年纪轻轻，道法就如此了得。这是北风观的掌门李正明，他非要见你，才肯告知氧气丹卖给何人了。如今李掌门也见到人了，不知可否告知？不急，师弟修行数十年，却不敌楚姑娘。贫道也想与楚姑娘切磋也，补个东西。你想比什么？楚姑娘手里的天星笔。是清虚那货告诉你们我手里有天星笔的？正是。楚姑娘，不知你可敢应战？好啊，你说是想拜访我的女儿，原来是想欺负人。公平切磋，若楚姑娘不愿，贫道也无法勉强人，不是吗？清虚那老道故意坑你们的，你确定要跟我切磋一番？楚姑娘若肯赌天星笔，贫道定然奉陪。天星笔算学月冠的正派宝贝，你得拿个同等价值的东西来做赌注。贵派的紫云鼎就很合我心意。好，我们就比设阵闯阵，只许自己画符，不得使用任何法器。师兄，紫云鼎乃是镇派至宝，你怎么拿来当赌注啊？若真输了，可怎么是好啊？难不成你真以为一个小女娃能赢过你师兄？师兄，他的厉害我见识过，你莫小看他呀。再厉害也不过是10多岁的小姑娘，就算会射阵，难不成闯阵还会比我快？丽儿，你若是不想比，有为父在，没人能逼迫你。楚伯父放心，六妹妹可厉害了，绝不会输的。九王爷，您干嘛这样看着我呀？这老道是有点本事，不过这阵老旧死了，他怎么也不改良一下啊？哼！怎么了？我是输了吗？不是，这人说你至少要大半天破阵，可现在才过了1盏茶的时间啊！吓死我了，我还当我输了呢。你一定是作弊了。掌门师兄亲自的阵，岂是那么好闯的？定是你贴身带了什么符篆。就一个4杀8坤阵，还不至于让我作弊。1盏茶的时间，的确是我的速度。你这是什么阵？怎么那么难闯？我还没取名字呢。这是你自己开创的阵法？对啊，不如就叫有进无出阵好了。李掌门，你花了大半天才出来，看来你闯的阵还是少啊，多练练吧。李掌门，认赌服输4个字，你知道该怎么写吧？我六妹妹1盏茶的时间就出来了，厉害不？还不快点将紫云鼎拿出来！拿来吧你！嘿，六妹妹，你的鼎。丽儿，怎么了？所谓赌约，不过是跟李掌门开个玩笑，想必李掌门亦是如此。啊，正是开玩笑，哈哈哈哈！楚姑娘果然心胸宽阔，令人佩服啊！把鼎还回去。
这是你赢回来的，这就还回去啊。我向来尊老，没看见李掌门都快哭了吗？若他等会儿以死谢罪了，我岂不是背负上人命了？楚姑娘今日大恩，贫道没齿难忘。哼，李掌门言重了，其实是我看不上这鼎。李儿，你别不高兴，为父一定帮你找到更好的炼药鼎。我看不上那紫云鼎，是因为那鼎用了人血炼过药。惨了，我也服用过北风观的丹药，现在胃里还很难受呢。忍一忍，你服用的是什么丹药？就是聚气乾坤丹。这聚气乾坤丹是无需用人血炼制的，不过那鼎的血腥味浓重，肯定是沾染了不少。既是血腥味浓重，证明人血是主要的炼药的材料。你莫非是怀疑北风观与被拐的女子们有关？王爷真聪明，用血少人血做药引子的丹药有不少，但像你说的用人血做主要材料，还是用完璧少女的血，只有一种丹药，那就是驻颜丹。我与你大哥也曾经解救过一批被拐的女子，当时还以为他们是要迈向烟花之地，没想到竟然是被人拿来炼药，真是可恶至极。父亲，这只是我的猜测，尚未有真凭实据。你将紫云鼎归还，就是想引出水里的大鱼，本王知晓该怎么做。那就有劳九王爷了。儿啊，你这不孝子，是不是想让我无儿送终啊？父亲，儿子错了，此次幸好有六妹妹，不然就要你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这是小儿的时辰八字。谢侯爷，李儿刚学回来，我们夫妻还想多留他一些时日呢。我知道，我让汉儿上门就是了。谢侯爷，你就一个儿子了，竟让他上门？哎呀，就是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才让他上门的呀。我是真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将汉儿托付给六小姐，我才安心呢。父亲，你要替我向六妹妹提亲得早说呀，我这还没梳洗更衣，不够诚心啊。起码让我穿件干净的锦袍，就那件织金湛蓝的袍子，再配个金灿灿的镶宝石发冠。不行不行，这太过市侩，没有贵气了，应该配个羊脂玉的发冠。提什么亲呢？就你这德行，我哪儿敢向楚侯爷提亲呢？我只是让六小姐收你为徒，传授你本事。拜师就拜师，至于把时辰八字拿出来吗？做师徒的不是也讲究个时辰八字合不合吗？六小姐，你瞧瞧。谢侯爷，你安心了，可我不安心。六妹妹，我资质也没那么差吧？你比我还要大几岁，你张口闭口喊我师父，我会起鸡皮疙瘩的。啊，这个简单，他拜师以后啊，依旧喊你六妹妹就行了。可行可行，六妹妹，请受徒儿一拜。我不收你为徒，不过我也传授道法给你，你能学成多少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来吧，你就先向学院关的祖师爷上个香。太好了，哎，那我们是不是立即启程去一趟玄月观啊？时间关系，我早有准备。火折子拿来。不用。你试试。哎，没想到你文不成武不就，如今竟连学道法也是天赋平平啊。六妹妹，就不能用火折子吗？这是入门第一课，如果你连这都做不到，就不必浪费心思跟我学道法了。那六妹妹，你试了多少次啊？是，对不起，我一次就成功了。不要跟我比，否则你会怀疑人生。你心有杂念，总会将线香点燃。玄门中人，
得心有大义。你一心只想着为弟弟报仇，是无法得到认可的。六妹妹，你看见了吗？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呀！我看见了。万一这是病了？也不知道是病了还是中邪了。他自昏迷后一直都没醒过。这是中咒了。何为中咒啊？简单来说，是有人想让萧姐姐醒不过来。什么？何人如此歹毒？莫非是上次放饿死鬼的人？六小姐，要么你给他们两人批一下八字吧，瞧瞧他们是不是命里犯冲，不适宜成婚呢？六妹妹，倘若真是我克制婉仪了，这门亲事还是作罢吧，我不能看着婉仪受苦。你命挺好的，就是太出色，烂桃花有点多，就是你的孽缘而不是正缘。母亲在为我相看人家的时候，的确是有挺多姑娘想与我定亲的。是有人给奴婢100两银子，让奴婢更换了小姐常用的绣花针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是谁给的银子？奴婢不认识，那女子还戴着兜帽，奴婢也瞧不清楚她的面容。六小姐，你可有办法救醒婉仪？我没有破咒的法器，再加上此人怨念很深，我无法破咒。想要把人救醒，只能用那绣花针也刺一下那人的手指，如此就能破咒。天大地大，梅儿又没见到那人的真容，该往哪儿找到此人呢？如果是我大哥的烂桃花，人是好找的。阿丽，瞧见你跟他们这么要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大哥，难怪你这么多烂桃花，人家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你都看不出来吗？啊？他们都是假意的吗？那我等会儿不与他们说话了。大哥，你以前见过李贵妃吗？她是一直这个模样吗？见过几次了，自我第一次见她，她就这个模样。听说是有什么养颜秘方，许多姑娘想探听，但都没能知道。六妹妹，我得出去歇歇了。听说楚世子刚与萧家姑娘退亲了，是吧？是。那正好，本宫今日想做一回媒人。楚世子一表人才，正好与本宫的侄女相配。今日本宫就在这儿做主，给你们二人赐婚吧。李姑娘秀外慧中，应该配更好的郎君。楚世子就是极好的郎君，与蓉儿很相配。皇上驾到！贵妃脸色怎么这般呢？是谁惹你生气了呀？还不是楚世子，蓉儿倾慕他已久，对他一片情深，谁知楚世子根本看不上臣妾的赐婚，拿借口来搪塞呢。楚世子，贵妃给你赐婚就是你的福气，你怎么敢随意搪塞呢？臣不敢。庆国公的嫡女配，是你高攀了。贵妃赐婚不愿，那朕赐婚你可愿了？皇上，程女的大哥并未与萧姐姐退亲，所以才会回绝贵妃的好意。未退亲？听说萧家姑娘得了怪病，昏迷不醒，你安阳侯府早就上门退亲了。不退亲，难不成他楚叶还愿意等一个活死人吗？萧家姑娘何时醒，臣何时娶她。若她一辈子不醒，臣便一辈子不娶。楚叶，她如今肥胖难看，还得了怪病，你还要心心念念着她。我一颗真心，你当真要踩在脚下，连看都不看一眼？李姑娘，我只心悦婉仪，你的情谊，我只能辜负了。楚世子，也许两人为平妻，公平对待也可，这也不是没有先例呀。对，如此都能全了你们的情谊。皇上，不可！大哥不
想娶平妻，娶李姑娘那更是不行了。就算是你母亲沈氏，也不得忤逆皇上和本宫的旨意。你一个从乡野回来的东西，不知礼数，竟三番两次的拒绝。请贵妃息怒。朕念你刚回京不久，尚未学好礼数，今日便不降罪于你了。楚南离，难不成你还想让萧家姑娘做妾，李家姑娘做妻吗？若是其他家的姑娘，我楚家定当遵从，可唯独这李妙容是万万不可以嫁入楚家。贱蹄子，楚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？楚世子，蓉儿是一时气糊涂了，此事该是你和父母做主，也轮不到你六妹妹在这多言吧。六妹妹在外受苦多年了，臣自然是当她是掌中宝。她不想臣娶谁，臣就不娶谁。就算皇上要治罪，臣亦是毫无怨言。好啊，楚南离，那你来说说，为何要干扰自家兄长的亲事？因为他心胸狭隘，为求目的，不惜下咒害人。是你？六小姐说什么？本宫怎么听不懂？蓉儿心地善良，怎会是心胸狭隘之人？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，能看出什么东西？对，你当众污蔑我，可知后果？皇上，萧姐姐并非是身患怪病，而是被李妙容下咒谋害，所以才会陷入昏迷。血口喷人！我从未害过她。我堂堂国公府小姐，怎会将萧婉仪放在眼中？可是你想嫁给楚世子啊，你不就有了害人动机？哼，难道你们就不想嫁吗？说这个就是害人动机，你们都有嫌疑。嘿，你可别随便污蔑人。皇上，这六小姐无端指控蓉儿，这也是指控臣妾的兄长俏女无方啊！臣妾不想活了。胆敢违抗圣意，污蔑官眷，来人，将他拖下去杖责。慢着慢着，父皇难道相信他的鬼话？楚南离，你可有证据？请皇上稍等片刻。随后他则是让楚烨带着萧婉仪进宫。楚烨这一去一回用了小半个时辰，因为萧婉仪还没有苏醒，他就把人给安置到了后殿。接下来要如何？萧姐姐如今昏迷，就连太医也寻不出病因，还请皇上派人到后殿，看着萧姐姐等会儿是不是会忽然醒过来。张嬷嬷，你去吧。贵妃娘娘，您派自己人过去不合适吧？皇上，不如让臣女去吧。李姑娘，请伸手。你想干什么？楚南离，你是想当着皇上的面行凶吗？李姑娘以心中怨念和一滴指尖血下咒，我如今取她一点指尖血，才能给萧姐姐解咒啊。这与那老道士说的分毫不差。楚南离他竟真的会解咒。李姑娘，你若想证明清白，就请伸出手吧。为何你就不愿意娶我？哪怕我降低身份，与萧婉仪平起平坐，你都不愿意。你想娶萧婉仪，休想！你这一辈子都休想！我要萧婉仪脸长脓疮，丑陋无比，我要她闭眼长眠，一辈子都不得睁眼。簪子就要在他的手腕穿刺而过，将全部的怨念激发。一寸之时，南离已经掐住他的手，一用力，直接将李妙容的手腕给捏碎。绣花针上的怨念被吸回去了。醒了，萧婉仪醒了。李妙容跌坐在地上，身体的力气好像被抽空了。众人都面面相觑，两个人对视一眼，双眸都是含情脉脉，许多话尽在不言中。这下子彻底激怒了李妙容，她辛辛苦苦的下咒，只为了嫁给自己的心上人，没想到却让他们俩在自己面前眉来眼去的，她怎么能受得了呢？我杀了你！
楚叶想也不想护在前头，他没有办法给李妙容想要的，那就让他刺一下，好让他消除怨念。南离却伸出脚来，绊住了那李妙容。大哥，他心有疯狂执念，你就算是把命给他了，他的怨念也不会消除的，何必为了这种人让自己受伤见血啊？李妙容仍然是满口诅咒，听得人直皱眉头。还敢满嘴污言秽语，条嬷嬷张嘴！张嬷嬷飞快地上去了。皇上，蓉儿年纪小，一时糊涂才做了错事，请皇上饶过他这一次吧。就罚庆国公1年俸禄，让他日后好好教导自家的女儿吧。罚1年的俸禄，小姐姐可是险些没了命。可皇上，这安阳侯府的6小姐3番4次顶撞您，如此不知礼数，皇上也该立立威才是啊。阿丽是为了臣才顶撞皇上，臣愿听妹妹领罚。真教训南离，那九弟还不得把皇宫给掀了？现在有楚叶出来顶罪，那是再好不过的。你这做大哥的倒有担当，那你就去领20军棍吧。南离心一沉，自己不找着李贵妃的麻烦，他倒好啊，竟敢装上门来。大胆！你们兄妹莫不是想抗旨？知道该当何罪吗？那贵妃用他人拐骗幼女，用完婢女子的血炼制驻颜丹，不知残害多少无辜少女的性命，又该当何罪？竟敢污蔑贵妃娘娘，真是活腻了！你起开！穆帝也没想到，这楚家人是一个比一个凶悍，愣在那儿。皇上，他们先开口污蔑臣妾，又再当着你的面动手，您一定不能心慈手软了。皇兄的确不能再心慈手软，尤其是对贵妃。清风推着叶思恒进来，他这一句话砸下来，让殿内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。九王爷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贵妃不是心知肚明吗？九王爷是在说蓉儿的事情吗？他所作所为，本宫毫不知情啊。是啊，九弟，贵妃心地善良，怎会任由侄女胡作非为呢？此事她定不知情啊。皇兄，臣弟并不是在说这一件事，把人押进来。贵妃娘娘，救命啊！救救贫道！正是那日在驿馆跟他比试过的李正明，看来是叶思恒已经找到了证据，追查到了李贵妃的身上。身穿锦袍的中年男子，双手血迹斑斑，被10根手指的指甲尽数被人拔掉了，人就好似是没了半条命。在场之人无不头皮发麻，叶思恒那阎罗王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。兄长，兄弟，这是庆国公派人拐骗幼女，再将其送到北风观，由这位李掌门取血炼药炼成的驻颜丹供贵妃使用，保持她的容颜不老。臣弟已经统计过，10年来因此丧命的幼女足足有1000余，这是庆国公和涉案人终生的公司，请皇兄过目。他们还曾经羡慕过李贵妃的不老容颜，却没想到这是用一条一条人命保持的。如今再看李贵妃，他们都觉得恶心。你当真做了此等恶事？皇上，臣妾不知情，臣妾不知情啊！父皇，母妃心善，她若知道那驻颜丹是如此炼制的，肯定不会服用的。皇上，一切都是臣所为，贵妃娘娘是蒙在鼓里的。将贵妃送回碧霞宫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不得外出。皇兄且慢，贵妃知不知情，张嬷嬷应该知晓。来人，把张嬷嬷拖下去，严刑拷问。贵妃知情，这驻颜丹的丹方就是她查阅古籍发现的。贱奴，你敢攀污本宫！皇上，老奴所言句句属实，求皇上明鉴呐！将此案一干人等押入天牢，等候发落。至于贵妃，变为庶人，切以冷宫。皇上，臣妾这都是为了皇上啊！你是为了争宠，真是瞎了眼，才宠爱你这么多年。扬扬手，让羽林卫赶紧拖着李氏下去。庆国公跟李正明也要被押去大牢，就连昏迷的李妙容也没能幸免。穆帝心烦意乱的，也没有再计较楚家姐弟的事儿。众人都纷纷散去，清风却拦了拦南离。王爷有要事想与6小姐说。
那大哥和萧姐姐先出宫吧。萧阿姨刚刚醒过来，还需要多休息。楚叶也没有拒绝。王爷，你真厉害，这么快就查到了贵妃。李正明与庆国公深夜见过面，并不难查。此案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发现紫云鼎的端倪，本王也没法顺藤摸瓜。庆国公兄妹为了省宠不衰，竟然会残害那么多的女子，炼制出驻颜丹这种丹药，再派人灭了林剑宗。可惜发现的太晚，已经有不少女子丢了性命。是本王未能早点察觉。先前王爷一直在北京驻守，哪有空理会皇上后宫的事？王爷莫要自责。对，此事是李家作恶。对了，本王去北风观搜查的时候，发现了此物，上面贴着一张符箓，发现青铜炉冰冰冷冷，里面的怨气几乎能把人手给冻伤。王爷怎么能将此物带在身边？这会损伤到自身灵魂的。本王杀气重，镇得住。但李正明说，这都是那些惨死的姑娘所化的怨念，有人出重金购买，所以他将其封禁在里边。强悍的怨念足以杀人，那人出钱购买，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。怨念有许多用途，最直接的就是能养成各种邪物了。李正明可知道那人是谁？比如那木雕，又比如那陈姨娘的那枚玉佩。李正明说，那人道法高深，瞧不清他的面容。不过那人这几年已经买走了不少怨念。这些少女惨死，只用上少许他们的怨念，就能让一条村子遭受怨念的侵染，一夜之间死于非命。那人聚集了那么多怨念，看来不止养邪物那么简单吧？你怀疑这是同一人？南离将里头的玉佩跟木雕邪物倒出来，然后快速结印。他将上面邪祟的气息悄悄转化，那股气息将飘回了青铜炉中。还真是同一个人。此人煞费苦心，目的为何？那残魂快到期限了，我应该很快就知道原因。王爷，你那玉诀可有反应？并有可能是敌国人下咒。若用自身怨念下咒，有点道法功力的人都能察觉出一二，此为下等咒术。可如果是用王爷的头发和鲜血下咒，就算是我也看不出。敌国人想取王爷这些东西怕是很难。王爷不妨往亲近的人凑一凑，或许有发现。天色不早，叶思恒送南离出宫，到了安阳侯府。南离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这个还给王爷吧。六小姐，王爷既将此物给了你，就没打算收回。这怎么行啊？我父亲说此物能够调动禁军。此物本王是赠予未来王妃的。这正好啊，王爷还是快收回去，送给你中意的女子吧。叶思恒并没有伸手去接，南离就把这吃金令牌塞到他的手里。王爷，告辞了。王爷，这他没有这个心，是本王误会了，回府吧。皇上，你终于来看臣妾了。群臣在朝会上参你，连皇上也一起骂。皇上正焦头烂额，怎么会来看你？是你害我。贵妃，我只不过给了你一卷古籍，是你自个儿要炼制服用这个驻颜丹，与我何干呢？哦，不对，你如今不是高高在上的贵妃了，你已经被贬为庶人了。是教唆，若不然，我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哼，这没人逼迫你，是你想容颜不老，是你想荣宠不衰。今日我来，就是不让你有机会告我。啥？皇上如此宠爱我，他定然不会放过你。宠爱你？你怕是不知道自己现在变成什么样吧？就有2个宫女，一人拿着灯烛，一人拿着铜镜，让李氏好好端详自己如今的容貌。我的脸怎么会这样？来人，本宫要服丹药，本宫要服丹药！李氏，你服用驻颜丹多年，如今一旦停止服用，只会加速衰老，神仙也难救。好好看看吧，这才是你原本的容貌。不是，本宫不是这样的容貌。被自己的丑样吓疯了，那是杀了还是？就让他这样苟活着吧。本宫不是这样的容貌。六妹妹，李氏才去了冷宫2-3天，相貌就发生如此大的变化，那驻颜丹真的挺邪乎的。没错，驻颜丹本就是提取人的血气炼制的，一旦断药，就会以10倍的速度加速衰老，还会比以前更老更丑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不知道的以为这才是你家，你才是暗里的亲哥。嘿，咱们都好的一条裤子2个人穿了，你还计较这个呀？你怎么也不让人给我做套新衣裳？
你镇北侯府钱多得很，还想来讹我的钱，没门儿！南离这两个人一凑上，这嘴巴就没停过，还是聒噪。他就拿上了新炼制的丹药，往二房去了。自上一次南离出手救了楚南营之后，楚寒明对他的态度大有转变。离儿来了，银儿刚在念着你呢。六姐姐，你来啦！我来给你送丹药。大哥哥成亲的时候，我能出去看看热闹吗？不可，那会儿太多人了。七妹妹的身体已经好转了许多，凑一下热闹，对她的病情也有好处。侍女恐怕不会多尽心，离儿，到时候你可要帮忙照看着。多谢六姐姐。楚夜成亲那日来的宾客众多，南离提早在府内做好摆设，又在暗中张贴了不少的符箓，以防生变。修好那日从迎亲到拜堂，府里虽然人多，但是一切都进行得井井有序。南离也是有些疲乏，但这会儿元宝却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小姐，谢世子说有急事找你。他走了出去，可看见谢北汉的确是满脸焦急。六妹妹，你二哥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他说要去娶佳酿，但我久久没见到他回来，就派小厮去找了，但怎么都没有找到他。今日你大哥成亲，宾客众多，我也没敢声张找人。别的不怕，就怕楚硕喝多了掉湖里去了。他知道南离可以凭借气息寻人，他来之前还往楚硕的房里拿了一块玉佩。南离拿纸鹤一试，发现这纸鹤只在原地打转。月妹妹，你也有不行的时候啊。我不是不行，是有人用符遮掩二哥的气息，我这纸鹤就不知道去往何方了。看来那暗中之人终于忍不住要动手。六妹妹，暗器上有字条：那残魂今夜亥时，吾身一人到城东唤楚硕。果然是冲着残魂来的。什么残魂啊？先前二哥那开过光的玉佩被人动了手脚，里面有3缕残魂，我要去一趟。你真要一个人去啊？不行，你不知道对方是谁，又有多少人，太危险了。我必须去，二哥在等我。那我们分头行事，我去找父亲和楚伯父接应你。六小姐怎么不过去呀？你二哥就在眼前呢。你在佛像四周布下了火符，我一过去，火符就会触发。难怪李正明两师弟都会败在你手里，六小姐果然厉害，久仰了。一手教人，一手教魂。六小姐莫急，今日我请你来是想请你帮个忙。想必你也知道，这是几缕残魂，不知道法高深莫测的六小姐可否将残魂召齐？哼，阁下都没办法召集魂魄，所以才利用我二哥以魂养魂，此等逆天行，为何觉得我能？因为六小姐必须能，不然今夜你和楚硕都无法活着回去。哼，我二哥少一根汗毛，我就立即捏碎这里面的残魂。你捏碎了，我依旧有办法将这几缕残魂召回。如果你不听话，二人就会被射成筛子。六小姐，好好想想吧。这人果然是有所准备，他处于破庙，楚硕还昏迷着，这个情况对他来说是很不利的。我数到3，希望六小姐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。1、2。好，南离拿出了一张符箓，清理了一下地面，才将贴心笔拿出来，蘸了一点朱砂，在地面上慢慢地画出了一个巨大的招魂符。你果然厉害，这招魂符失传已久，你竟然能画得出来。画出来不是本事，能不能用才是本事。没错没错。快点！南离拿出了锁灵囊，将其放于了符阵中央。这四周的气息已经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翻起狂风，尘沙迷了众人的眼。黑袍人看到有几缕魂魄聚拢，他的眼前一亮，静等着他们跟锁灵囊中的残魂聚合。灵、冰、动、者、接、阵、列、前、行。上路去！一瞬间，那个位置出现了一个玄道之门，要招来的魂魄跟残魂都要被吸进去。若是残魂进了明道的话，就再也没有聚合的可能了。
他立即伸手去抓，将那锁灵囊里的残魂保住，而其他的几缕魂魄又重归于明道。我南离，杀了他！楚南离已经用玄月剑破开了楚硕身边的火符阵，弓箭手立即对准他们2个人就发射一箭。南离冰含着脸往地面上拍出了一道符箓，遁地，地上登时就劈开了一个大洞。南离跟楚硕没入地下，然后就不见了身影。先生，这遁地符要消耗不少功力，坚持不了多久。他早有准备，丢掷出了一枚银铃，结印注入力量，那银铃就在前面引路。追！到了一块大石边上，将他靠着石头，想把人给救醒。他二哥竟然少了几缕魂，就算醒了，也是一个痴呆儿。我来与你过过招。废话少说。也不知道你花里胡哨有什么用。一起上啊！怕什么？上啊！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，神从四面八方就一起涌过去。南离祭出火符，烈火如同一条火龙汹涌扑去，冲上去的人瞬间就被吞噬。他不想再拖延了，拿出了一个青铜炉，青铜炉里面炼化的怨气袭出，直接就穿入了一个个的死尸身体。杀了他！被怨气浸染的死尸就如同疯狗一样，一个个的就往南离扑去。南离暗叫不妙，玄月剑就往自己的左手一抹，掌心多了一道血痕。这么多死尸被怨气侵染，你要用多少血？然而南离却以血化符，再将玄月剑插入符阵中央，顿时就掠起了一阵狂风。怨气消散，还夹杂着皮肉烧焦的味道。可是南离也是消耗了剩余玄力，只能是用玄月剑撑着身体。黑袍人冷笑，纵使他再天赋异禀，还是得死。一支弩箭往南离的胸口飞射而去。南离失血过多，明明都听见这弩箭射来的声音了，但是身体太过无力，已经没有办法抬起手来。好个叶思恒！黑袍人咬牙，不再恋战，拉起缰绳就立即离去。你怎么能走了？王爷，六小姐没事吧？不大好。马车呢？来的路上了，请王爷稍等。清风再去看了看旁侧昏迷的楚硕，见他没有一点损伤，松了口气。所幸没过多久，黑色马车就终于赶到了。王爷，让属下来吧。无妨。今日情况紧急，救王爷救命大恩，来日再报。王爷已经命人去宫里请太医了。车里还有一个，你们不管了？哦，差点忘了，二弟没事吧？这一看，楚硕浑身都干干净净的，楚叶就一点内疚都没有了。王爷，是要回府吗？他似乎在极力的忍耐着痛苦，不曾答话，就只是点点头。清风知道主子是双脚疼得厉害。王爷，六小姐可能很快就醒了，不如属下留下来，问她有什么办法止疼吧。不必，回去。王爷，六小姐似是天生缺了情根，王爷不如直截了当告知她，她才能明白你的心意啊。一个被还了命的残废，有什么资格把心意说出口？可六小姐她不是说了，定会帮王爷解咒和找到换命的人吗？回去。清风也深知主子不会再改变主意，再在外面折腾，主子只会受到更久的痛苦。没办法，只能让车夫回裕王府。太医，如何了？外，就是心力暂时耗尽，好好休养几天就没事了。不过手掌这个伤啊，还需注意，可不要留疤才好啊。这时候，春宝走了进来，说是裕王府的人送来了一颗丹药。沈太医打开小匣子一看，一股清香味登时就飘散开来。哦，九转雪莲丹。母亲，这丹药很是珍贵吗？这是从昆仑山上摘下的雪莲炼制的，当年九王爷立了军功，先帝特意赏赐给他的，就这么一颗，能不珍贵吗？过上了一夜，楚硕也醒了，但是他一醒过来，看着钱姨娘就抱上去，哭喊着说自己饿。此时钱姨娘还没有察觉他有什么不妥的，忙命丫鬟准备一些吃食过来。
谁知道这楚硕不用筷子，伸手就去抓。哎呦，硕儿用筷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钱一阳这会儿才意识到楚硕不对劲了，幸亏谢北汉早早来看望楚硕，钱姨娘才像是找到了主心骨，说起了楚硕的不妥。这楚硕这会儿就缠着婢女，说是要玩骑马，惹得婢女们脸色一阵难看。阿硕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也来骑马吗？你可不许跟我抢，我排第一的。他这些天也是看过不少书的，灵光一闪，你该不会是丢了魂吧？你倒是用功学习了啊？这怎么就丢了魂啊？是被抽走的，对不起，钱姨娘，我没能保护好二哥。与你无关，都是那个杀剑道的不好，竟然抢我儿子的魂。那硕儿被人抽去了魂，能否找回来归体啊？能，但抽走他魂魄的人本事不小，抓魂应该是无用了，只能我们自己去找，还得7日之内找回来。人有3魂7魄，离开人体太久，气息就会慢慢消散，无法再归回体内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7日之内找不回来的话，那硕儿他永远都是这样了。钱姨娘，你放心，我定会让二哥恢复过来的。那就拜托六小姐了。南离再问了一下楚硕的生辰八字，不是没法招魂吗？怎么还问二郎的八字呢？那你可知道为什么吗？六妹妹，我不知道啊。先前那人用二哥来养魂，我还以为是因为二哥是童子之身，可他昨晚又抽走了二哥的魂，我就想到了，那残魂和二哥应该是同个时辰八字，所以那人是想用二哥的魂与残魂融合，助残魂逆天重生。对，如果是同个时辰八字，的确能够如此。若是融合了，你二哥的魂岂不是归不了体了吗？可以这么说。李儿，你一定要救救二郎啊！与阿硕同个时辰八字的人何其多呀！想要知道残魂究竟是谁，这可太难了。你可太小看我了，那残魂本来就有4缕，我特意抽出了1缕，只要问问他，不就知道他是谁了？只不过这残余的1缕魂还需养一养，否则也是一问3不知。六妹妹，你竟然会问灵？略懂。这是九王爷送来的，因为太过贵重，你祖母就放在了一旁，等你自个儿决定。母亲，昨晚怎么是九王爷来接应我？九王爷恰好就在城东，瞧见你忽然消失了，神都愣住了呢。幸好有九王爷快一步出城，不然……九王爷比我更需要这颗丹药。王爷如何了？是双腿又难受了吗？何止是难受啊，王爷的双腿是疼了一晚上，就连六小姐的安神符一时无用。我可否去瞧瞧？六小姐，这边请。王爷向来不用侍女伺候。很好，女子的命格一般没那么硬，是该留男子留在王爷身边。如果怕出事，我可以给他们批八字。六小姐勿怪，你我难为婚女未嫁，不宜单独相见。昨晚多亏了九王爷赶来相救，不知九王爷的双腿还疼痛吗？可要我帮忙施针遏制煞气？不必。王爷，您不是疼了一晚上了吗？不如还是让六小姐帮忙看看吧。清风侍卫，可否拿杯水过来？好了，端进去给你家王爷饮用吧。六小姐，您当真不进去瞧瞧王爷吗？王爷都知道避嫌，你怎么不知道啊？王爷，到时候你大婚，我一定给你择个好日子，我不收你的钱。多谢。我还有事，就不多打搅九王爷了，告辞。王爷，这符水还喝吗？既是他的一份心意，怎能不喝？也不知道六小姐是不是故意的，竟然还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出去，领侍军滚！王爷，属下知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说六小姐的半句坏话。六小姐，我虽然年纪大了，但记性还是不差的。你已经叮嘱3次了，我真的记得牢牢的了。那你去给九王爷施针，看看效果。好，请六小姐放心。连续养了3天晚上，残魂已经修复的差不多了。姐姐，
你是要送我去投胎吗？你想去投胎吗？我想去投胎，我想重新做人。你生前是做了什么穷凶极恶的事情，让你想着去投胎，要重新做人？我是个好孩子，可从未做过害人的事情。我就是觉得这辈子太苦了，就算来世做只猫做只狗，都比我这辈子痛快些。你做人做得不痛快，可有人一直想把你的魂养好，还想替你招魂，让你重生。不要，我不想重生，我不想再做他的儿子，我想去投胎。姐姐，你快点送我去投胎吧。你究竟是谁？不想做谁的儿子？男孩这一缕残魂藏的记忆显然是有限的，只记得自己叫董琛，至于其他的是一问三不知。你放心，我会顺应天道，找齐你的魂魄，送回明道，让你去投胎。姐姐，多谢你。二哥方才忽然昏迷，如今正浑身发冷，一定是二哥体内的魂魄不稳。到了楚硕的房间，他果然全身都冒着冷汗。对，得让人喊你父亲回来。父亲去哪里了？去长公主府了。他忽然记起惠平长公主的儿子与你二哥是同日出生，方才你二哥情况不妙，他便想去探个口风。惠平长公主，他儿子叫董琛？对，他10年前溺水而亡了。你怎么认得他？那缕残魂正是董琛，是惠平长公主想将董琛聚魂复生。父亲现在贸然过去很危险，惠平长公主都走到最后一步了，忽然被人觉察出来，肯定不会手下留情。你父亲带了一队府兵，长公主应该有所忌惮吧？长公主有高人相助，府兵应该不管用。母亲，你与祖母进宫求见皇上，此事只有让皇上知道，才能治长公主的罪，救回二哥。好。兰陵交代完，就去马厩牵了一匹马出来，立即赶往长公主府。小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楚侯爷，在这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你是？小的是长公主府的，小的偷听到长公主想借用那令郎的魂魄，好让大公子复生。如今两人的魂魄快融合到一起了。如此重大的事情，怎会被你听到呢？因为小的与大太子也是同个时辰八字，长公主是想将小的魂魄逼出去，让大太子的魂魄在小的身体里活过来啊！长公主真是疯了！带上小厮，就立即赶往长公主府。长公主，将我儿子还来！楚侯爷说的什么胡话？你儿子可不在我的府中。我儿子是不在你府中，可他的魂魄在。楚侯爷说的，我怎么一个字也听不懂？相反，你带人闯进我的府邸，你可知该当何罪？我有人证，你不将我儿子的魂魄归来，我就告到皇上面前去。朕就在这儿。楚卿家是想要告什么呀？楚卿家，你夜深闯入长公主府，究竟有何缘故啊？皇兄，他还带着兵器，显然是想动手。幸亏皇兄和九弟今晚都在，不然真不知道会发生何事。还请皇兄重重的责罚他。皇上，长公主命人抽走了犬子的魂魄，所以臣才闯入了长公主府。楚侯爷，所以你家二公子忽然吃上，是因为被人抽走了魂？没错。你确定二公子的魂在长公主府？楚寒林顿时哑口无言。他既知道这是一个局，那惠平长公主又怎么会将儿子的魂魄放在府里？二哥的魂就在长公主府。皇上，臣女二哥的魂就在长公主府内，臣女以性命作保，请皇上下令搜查。这是先帝赐给我的府邸，你的命值几个钱，岂容你说搜就搜？皇上，臣也愿以性命作保，求皇上搜查。皇兄，既然他们以性命作保，就搜一遍吧。九弟，为了一个楚南离，你连皇姐的脸面都不顾了。三妹，还是让黑甲卫搜一遍，以证清白吧。搜不出来，我定要你亲手砍了他们的头。大概一盏茶的功夫，数十个黑甲卫就聚回了前院。他们就连可疑的人都没发现，更别说是什么灵体。皇兄，如今能证明我的清白了吧？刀呢？给我拿来！你确定是在府中？
我进府之前设下了符阵，灵体不能出府的。那就砸，将长公主府夷为平地，找出密室。九弟，你疯了吗？九弟，这是先帝赐给你三皇姐的府邸啊！你们放心，原来是什么样的，我会命工匠见回什么样的，绝不会缺少一砖一瓦。来人，我看谁敢砸我的府邸！长公主府的侍卫需要拔刀，可是一对上这黑甲费，他们的气势就弱上了不少，不敢再与之对峙。皇兄，你是九五之尊，一国之主啊！九弟都说会请工匠复原了，你就别这么小气了。